姐妹们，来啦来啦，我可算来了，太过分了！昨天视频做着半截就给我爆这么一出，11点半呀，还让不让是睡觉了？做个人吧！昨天没睡好的姐妹们都给我打上。今天啊，本期全部都是大家想看的合集，有限定花期、一夜房车、弟弟首唱会，还有昨天抖音11点29的一个卡点儿，以及511生日，我全给大家收录了。你们瞅瞅这个时长，还满意不？够不够意思？咱们今天一次性磕个痛快啊！希望看完这一期以后，大家能够知道他俩到底是怎么相遇，又是怎么一步步浪到今天的。本期正题之前，我得声明一下，咱们今天所有的物料没有新的啊，都是人家考古过了的。毕竟咱们粉他们的时候都是比较后面的时间啦，他们早都被人扒的裤衩都掉了。我就在这些裤衩里，我就在这些物料里考古啊，好吗？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内容真的是飞流直下3剑尺，差距隔了一个银河，好吗？我给你们形容一下，我横跳这些平台去看资料的时候，你感觉啊，你以为是原单照进现实，结果呢，你从晋江一个跟头都翻到了长贝呀，又从长贝一路开车去了海棠，你差点在里头溺死的时候，好吧，一脚啊，又把你给夺回了起点。起点啊，大家懂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感觉的。虽然我课堂，但是我还不想磕到精神分裂呀，所以我就把所有的物料呢自己做了一个梳理，想从我觉得比较合理的逻辑给他们把他们的这些物料给大家分析一下。来，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启限定花期第1期。如果全世界没有与你相遇，这是一个疯子和傻子的故事。2020年6月，咱们的老婆张之汉同志参演了一个叫《山河令变形记》的节目，成功完成了从6月战狼进组到9月仙女出组脱胎换骨的变化，并且遇到了命中注定他天赐良缘的傻白甜宫西萌同志。2021年，咱们的山河绝恋一朝爆火，老婆之名天下皆知。3月，老婆发表了一篇名为《限定花期，全是语病但震惊天下》的微博。大家不要觉得我这是在损老婆啊，这一篇微博真的是有语病的，因为限定花期就是这个花它是限时开的，可他又说4季花常在，所以这个花它到底是开还是不开？我觉得这可能是有2个意思，第一个就是老婆她可能根本自己还没整明白什么是限定花期，第二一个就是可能告诉他啊，告诉那些以前猜他是限定花期单向奔赴巴拉巴拉的那些都别逼逼了，你们丫逼丫的说的都不对啊，我们俩花开着好着呢。但不管怎么说，此篇微博一出，各大考古学家纷纷出动，神仙下凡，把以前那些他们俩在剧组发生的那些事儿，还有杀青以后老婆发疯的那些，全都给划了出来了。最大的一个结论就是，老婆应该是爱过宫西萌同志的，并且爱而不得。那么他们这个结论到底对不对？他俩在剧组是一个什么状态？我们就着时间线给捋一下。挺好笑的。那个就是阿旭，你说阿旭对不住我一。我师徒对不起温家师姐。你什么词儿说完了？我打完你还要跑？有你受的。OK， 为什么他都不行？那个，我觉得我配不上他。OK， 好，决定。你当然是，我对你还不够好，炒粉、健康。我对你还不够好，米粉你没吃过，饮料你没喝过，要不要脸？我对你还不够好，你俩够好的啦！我不知道你们看那一段的时候有没有一种男女朋友既视感，就女朋友问男朋友，你咋不对我好点呢？男朋友说，我对你还不够好。你们有没有同感？
然后你看他俩在剧组把人家叶百亿、黄佑明老师给霍霍的呀，他俩还是那体质，到哪儿都是幸雨幸风、无人生还的，这个造孽了。但是很多分析帖呢就说啊，他俩这个时候就在一起了啊，度了千八百遍似的啊，什么鱼粉啊、绿豆汤、可乐、镜子啊，什么那个就都在一块了。但是我个人觉得啊，他们俩这个时期是没有真正的在一起的。你非要形容的话啊，他俩应该是在一个朦胧期的一个阶段，用一句话形容就是嘴上飙车，互相挑逗，但是从未说破。我给大家逻辑反推一下我这个结论，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老婆杀青时候的状态，以及她杀青后的一个采访。我就立马会逃离这个地方，我害怕。大家都看到了吧？老婆在杀青的时候是非常难过的，所以说，如果真的是两个人好到那种程度了，都水乳交融了，这个词好像很有灵性哈，你们品一品。所以他有必要因为分开而难过吗？就算他是一个沉浸在这个角色当中的这个程度啊，戏结束了，温客行不在了，可他那活蹦乱跳的大兄弟不就在他身边吗？啊，他可以共情到这个龚俊身上去啊，你们说是不是？同不同意我这个观点？所以我才说两个人在剧组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说破啊，就没有真正的去捅破这层关系的。而且呢，咱们就是一直以来都是以老婆的一个视觉去说他俩在剧组的这个事。下面我用龚俊的一个视角，然后去说一下，就是他在剧组当中的对老婆的一个感觉。这就要说到在剧组发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我估计大家都知道，就是雨夜房车事件。而且这个雨夜房车事件还是俊子啊本人自己给锤的。你拍过的所有戏，不一定是《山河令》啊，最难就是特别困难的这个让你特别难忘的事情那场戏，就是之前的小美满，就是现在都可以。每部戏其实都有比较累的时候。我就说《山河令》就是印象比较深的一样，我们在河边，突然狂风振作，然后就马上就要下暴雨，然后呢，我就在那录，我因为很符合当时的心境，有句台词说，你看猫头鹰在笑，对，它一笑就要死人。哇，来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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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雨了，快来！然后他们就都叫我赶紧跑。那个张老师让我赶紧回房车，然后我没有坐房车。还我就说《山河令》，行呗，你说呗。人家问你的是哪一场印象最深刻的戏，结果呢，他给咱们讲了一个他跟张老师的爱情房车故事。哎呀，你说就说呗，有本事你把后续给补上呀！愁死我了。一看啊，他没事就横跳各大浪浪丁这个 CP 的平台，我一度怀疑他就是他们俩啊最大的 CP 粉头子，要不然他怎么没事老露手老自锤呀，他就是故意的。然后我给大家这个补一下这个房车的这个后续啊，无非呢就是俊子后来也回到了这个房车上，然后呢他对老婆就是各种的嘘寒问暖吧，然后并且啊喊了他一声弟弟。那么在这个时候，他这个弟弟的称呼是第一次被爆出来，我觉得这就是他们俩比较亲密的一个称呼吧。啊，但是呢，这个被当时在房车里躲雨的站姐录音，并且上传到了俊子的这个粉丝群里啊，粉丝当时就炸锅了啊！这跟我们抢老公。紧接着当晚呢，老婆就是发了一个这个一场雨把我困在这里的这微博啊，粉丝就解读了啊，这不是老胡那首歌吗？啊，你这是6月的雨，我爱你我爱你啊，这不是撞破以后破罐破摔表白了吗？啊，这下子两边粉丝都炸了。然后老婆这边的粉丝呢，就去跟他说，你赶紧无缝进组吧啊，你这个就是进了下一个组，你就把上一段的那个孽缘可能就忘掉了啊。老婆一听啊，老婆多刚啊，这还得了？你教我做事儿呀？直接开启正主下场狂吹粉丝的模式，什么这个卸载微博啦，徒手撕粉丝啦，啊不是，这是微博上撕啊，不是真人啊。
反正一系列的操作就不负他疯子的盛名吧。这个也就是这个之后啊，老婆这个粉丝内部就流传了一句话，说这个公主的事儿你少管啊，这也算是开启了正主和粉丝营业的一个新模式，堪称娱乐圈的风向标。咱再说回来啊，就是说他俩当时在这个车上到底是有一个什么状态？我个人觉得可能是粉丝过度的解读了一些行为。毕竟有人在他俩车上，他俩还能上演个18摸不成？你说这个暧昧有没有？当然有呀！他俩在戏里每天相爱10几个小时，你说他俩私下会什么样呀？但是这个并不能代表两个正主就是在这个时期就已经爱到死去活来了，因为他当时是人戏不分的一种状态。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就是老婆当时脱口而出，就是在那个俊泽录音里，他喊的是那个老温躲雨，所以他俩当时是没有出戏的。也正是因为他俩就是一个特别入戏的这个状态，才有了咱们山河决裂、小山河、YYDS。要是没有这一场视听盛宴，哪来今天咱们浪浪丁姐妹的相遇啊？对吧？大家同意的，请把小山河 YYDS 给打上。但是虽然都是入戏，龚俊的这个状态跟老婆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初次见面并不想和你成为朋友，没有一件事情让我想跟你成为朋友。那从什么时候起想跟我成为朋友的？让我好好想一想。忘记了吧？从你给我炖鸡汤开始。说明你不够爱周子舒。不是。不是的，我越了气就开始疯狂跟我斗嘴模式。我说。你们注意到了吗？老婆说的是你不够爱阿旭这个人，那么他演出来的那种深情，他是对着谁去的呀？你不可能说演员演戏一点都不带入自己的感情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杀到这个点啊？也就是说，龚俊他其实入戏的状态是跟老婆非常不一样的，他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和温客行是分开的，而且他清楚的知道老婆是老婆，这个阿旭是阿旭。那么他所有的这个表现出来的，包括花絮时候的那些眼神、那些状态，他是对着谁去的呀？他不是对着阿旭去的，他是对着张哲瀚本人去的呀！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我这个观点啊？你们好好品品，真的，你们把这个所有的东西连起来，好好的品一品。这真的是一个单向奔赴的故事吗？而且都说是老婆怎么着，老婆吊他，谁吊谁还不知道呢？到底谁向谁先奔的呀？那他为什么没有去首唱会呢？很大意义啊！我就给龚俊听了一下，说不错。我说你在北京的时候要过来看，也不知道他到底。对，也不知道他到底。对，我要去张老师演唱会。你不没来吗？那天不是有工作吗？哎呀，不是送了花吗？没看见。我还发给你了的好不好？然后还有圈内的其他的好友，比如说最近是和龚俊有合作了一部戏，对，你有让他帮你安利歌吗？宣传你的新专辑吗？我有想叫他来我的首唱会现场，不知道他有没有时间，他还没告诉我。不如现场喊个话吧。对，说着就来了。他不来就有点尴尬。他说他要给我送那个花篮。我说了要给我写歌，我等他给我写的歌呢。因为他一直跟我讲，他说他要帮我写歌，然后你来正式一点，对着8号机器正式向他喊话。因为你说要帮我写歌做专辑嘛，现在不邀请我做，18号记得来一空间我的演唱会现场。我可以写，你敢唱吗？ OK 啊，只要是你写的，是一首完整的歌，我就敢唱。好，未来以后再说吧。OK。好，我们期待一下。然后呢，下面这首歌就是只有在现场才能听到的，就是有说出来了。我以前出去游玩了一段时间，因为我觉得一定要就是演完一个戏，要让自己放松下来，跳脱那个角色，这样才可以更好的进入到下个角色。大家都看到了首唱会啊，老婆隔空呢喊了他2次话，然后人在抖音呢，他就也是就是
说等他作为唯一的指定的这个演唱会的嘉宾，但是俊子没有来。大家是不是都觉得被叨到了呀？这可能就是很多人说的一个单向奔赴啊，怎么着的这个一个的来源啊。但是具体的这个情况是不是这样的？我给大家分析一下。首先要分析一下老婆的这个感情状态。我们先看一下他这个首唱会里面发的这个专辑，就是我就是我的这个专辑啊，真的非常的大胆。我希望大家好好的了解一下我们的宝藏张哲瀚啊。他这个专辑呢是封面引用了一个柏拉图会饮篇的这样的一个解说。那么会饮篇呢，我们都知道他提到了一个圆球人的概念。那这个圆球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把这个圆球剖开啊，有可能出来的是同性，也有可能出来的是异性。但是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提到了一点就是柏拉图认为男性与男性之间啊，同性之间的这个感情可能更为高贵。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get 到这个啊？真的，要说疯还是老婆会呀！娱乐圈前无古人了啊，敢把同性禁忌之间的这个关系，包括这个恋爱的感情的一个探讨，就那么明晃晃的放在了这个他的专辑当中。这个真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佩服他，真的非常的厉害啦，可以说。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他这个不说的这首歌，因为这个歌实际上他可能是想让俊子来，然后去唱给他听吧，毕竟是他在剧组当中的一个感受啊，就是唱给他想让听的那个人来去听。但是我们看一下啊，他的这个感情是真的是他想让龚俊来，他真的是那个感情是对龚俊去的吗？这我在前面呢就是给大家有分析过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一个在剧组的杀青之后的一个随笔。我用我自己的角度给大家分析一下他这篇随笔的意思啊。首先我们得先了解一下老婆这个人啊，大家不要看他表面好像是一拳能打咱们10个，实际上他内心就是个小公举。他喜欢谁呢？小四的文学，郭老师啊，那是鼎鼎大名的伤痛文学，简称矫情文学。在这里我没有贬低郭老师的意思啊，因为他的书我也很爱看，而且我还都看过，谁心里还没个小公举呢？是不是啊？所以老婆的这个文艺啊，它是自带了一种伤感在里头的，这就导致很多人上头了以后，各种分析点，说什么血糖啊、单向奔赴啊，说啥的都有。可是咱们仔细看一下他这个文字到底写给谁呢？我个人觉得他其实是写给温客行的，因为老婆她是一个沉浸式演戏的人，她在这几个月呀，她完全把自己当成了阿旭。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我的这个意思啦？就是说他的限定花期是给谁的呀？他和谁隔空喊话呢？你们仔细看一下他这里面写的啊，我不是我和我爱的人隔屏幕拥抱。那他爱的人是谁呀？他爱的人，我觉得啊，在这个时期应该是温客行啊，他替阿旭在喊话，而不是张哲瀚本人。那这个限定花期，他的长发是留给屏幕里头的温客行的啊。可是问题来了，他屏幕外头他没有温客行，那么他的爱，他的感情就很容易会转移到这个俊子身上去。可是这个时期啊，我觉得他的感情是混沌，他没有完全分清他对龚俊，他到底是对龚俊的这个感情，还是对温客行的感情。我不知道我分析的这个，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张哲瀚更了解阿旭的人了，那我觉得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比龚俊更了解张哲瀚的人了。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能就是同意我的这个观点。我们考古一下俊子这个人，就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规划和想法的人啊，他很理智，他知道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所以说如果说他喜欢的话，他喜欢的也是老婆本人，而不是阿旭。我不知道这样说大家能不能 get 到这个点啊。但是他为什么又没有去这个首唱会呢？我觉得是有2点。第一个就是说他是知道这个老婆是没有出息，而且他就是2个人，他们同时可能都需要一个这样的一个冷静期啊，分离期，那就想清楚，就是你出戏了以后，你想清楚你到底喜欢的是不是现实中的这个人。我感觉这个阶段还是非常有必要的。第二一点就是说2个人当时差距是非常大的。我们都知道老婆众星捧月的白富美，金圈白富美，她身边全都是那种高富帅啊。那咱们龚俊同志、龚西蒙同志呢？那个还房贷的18线打工人啊。我们要知道现实世界不是童话，就算它是童话，那他这俩也是灰王子跟白公主的故事啦。而且我们都知道，大狗子他领地意识非常的强，而且他自尊心也很高。你说这种差距，
你让他怎么去？而且你说去了之后，这不就成见亲友了吗？当时那个是老婆的妈妈呀，然后他朋友兄弟全都在呀，所以说老婆才说，就是后面采访的时候不是才说他是鸵鸟吗？但是啊，你也不能说他完全没有表示，他这个送花，在采访当中不是说那个有那个送花吗？这个花这个事儿啊，还真是不是说随便说说的，大家可以好好的看一下它这个花语是什么啊。就是有些人说这个花就是这个工作室随便配的啊，或这个花店随便配的。我告诉你们啊，龚西蒙同志这么一个连卡点都有强迫症的人，他会不会不确认花语？也就是说，他不去跟花店说我要送一个什么样心意啊？你觉得可能吗？大家可以去查查这些花，他送的都是啥，尤其是11朵红玫瑰啊。所以说啊，他就是把自己的一种喜欢，我觉得是深藏心底的啊，这个以花代语。但是啊，老婆还是很介意他没有来到这件事情，所以说他俩呢，就是龚俊他肯定是也是没有放弃的啊。幸好后面就是老天也是在成全他们两个，所以我们限定花期啊，第2期会说到龚俊在底下一系列的骚操作啊，非常的有意思。这一期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就叫啊公狗子追妻火葬场系列。不是啊，不是，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龚俊是如何追到他的光的。你们会期待这一期吗？在我跟大家说抖音卡点和这个他生日会的这个事儿之前啊，我要先吐槽2句。最近他俩这一系列骚操作呀，尤其是昨天到今天早晨啊，好多姐妹就发信息给我，问我是不是激动的要尖叫了。我告诉大家，我是气撅过去了好吗？我这一天天上班容易吗？下班的钩子视频都快钩子好了，他给我报个这么个事儿，我又重新剪了。这俩太造孽了，啥呀？真的是够的了。他俩还能不能消停2天啊？你说你好好的511生日，你发他生日卡点干啥呀？这完蛋玩意儿啊！你生怕不知道你俩买1赠1是吧？哎呀，我服了！我每天早晨啊，我跟你们说，我垂睡病中惊坐起，生怕他俩浪过头官宣去了。这俩是不是马上要见面了？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了哈！我就怕他俩演唱会哈，一个控制不住再搂一块儿去。有没有同感的姐妹们啊？我真是服了。咱再说回这个卡点的事儿啊，这个事儿真的是不用锤，因为锤得死死的。他呢，大概是编辑了大概有2到3次吧，然后中午他就想卡那个11.29的那个，结果他没卡上，晚上他又重新卡。你说说，这还不是故意的？更有意思的是啊，他还来了个私人设置啊，只有粉丝可见。哎呦，我的个妈呀！谁还不知道他那俩粉丝都是谁呀？啊！我真是服了！咱姐妹当中还有人不知道他们俩抖音这前世今生的这点破事儿吗？谁要是不知道的，我放新物料里跟你们到时候一块儿说啊。这可不是他们俩抖音第1回骚操作了，我跟你们说。还有那个戒指啊，很多人跟我说我要聊聊戒指的事儿，戒指也放在下一期再说。然后我再说说这个511生日会的这个事儿，因为我发现有人就是私信我嘛，然后就跟我说那个，真的是就怕龚俊不去，因为首唱会他就没去嘛，然后这一次他要再不去怎么着，哎呀，姐妹啊，我说说我个人的想法吧，我说句实在话，我觉得他除非是昏了头了啊，知道吧？他不去才是正常的，他去了那就是他不想混这个圈儿了。我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这个511这个生日对他俩来说都很重要，但是他要是去了的话，他这个热度是非常的高的。大家同意不同意？你知道转天是什么日子吗？512汶川大地震啊！这个要是让对家给抓着把柄，然后一下冲上热搜，对不下来，你知道有多败坏路人缘吗？啊，他俩这个在圈里混了这么多年，这点心思还是应该明白的呀。是不是啊？不能让人家抓住小把柄呀！而且他俩还在乎这一点吗？他俩秀恩爱一定要在咱们面前吗？他俩还少吗？对于我来说啊，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种观点啊。我认为他去不去这个根本就不重要，因为我们都知道他俩会私下里头嘛有表示嘛。这个一定要
就不一定非得要在台前秀给咱们看啊。我再给你们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龚俊演的那个《盛世》，就是幺儿的那个，就是当时他跟那个徐峰的那个互动啊，你们可以比一下，跟现在他那个时候跟前夫哥就是在微博里头这个互动是很正常的，你们可以去看看，就是他很正大光明的在跟他互动。可你看看现在跟老婆，他基本上很少两个人有私事上的这个艾特，互相在那儿说，哎，那你这个东西他就光暗戳戳的啊，有的时候他也明目张胆，他在节目当中有的时候你可以说他情不自禁，但是他到底下他没有必要非得把这件事情我翻得这么明目张胆，就是这个逻辑，我不知道姐妹们能不能同意哈。所以呢，真心觉得就是511生日会这些事情呢，大家就等着他俩暗搓搓的小动作就够啦。我真的不想再把心脏爆了呀。还有一个吧，就是有些姐妹啊，考古以前就是我玩那个阴阳师的那个事儿，然后就问我说，那个阴阳师你现在还玩吗？你不是打斗技？我打个毛线斗技！我现在什么都干不下去。我跟你们说句实在话，你觉得我还能有玩游戏那心吗？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是一样的啊。我自从粉了他俩之后，我早上一睁眼我就开始刷他俩的这个信息。各种刷，我现在脑子里除了工作必须要干的事情以外，我所有的业余时间、空闲活动都贡献给这俩人了。我也想回归正常生活，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哈，我就是小说也看不下去了啊，然后那个游戏也玩不下去了，电视剧就更不想刷，我就活在他俩的世界里了，在就是走火入魔。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感，我怎么就把日子过成这样了呢？这俩太造孽了。还有一个事儿吧，就是我上期那个做视频的时候吧，就是我看好多姐妹指出了我的一些那个就是嘴瓢了的那个事儿。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我录视频的时候呢，就是我基本上说话都是一次过的，我很少会反复编辑我说的话，这唠嗑嘛就不太经过大脑。所以说我是知道女演员是在这个快本之前录制的，因为我有一期节目就是说的女演员，我就已经说了这个事儿了。但是我跟你们唠的时候，我就可能嘴就瓢了，我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他不可能就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希望姐妹们多担待吧，在这点上，就是不要过多的去锤一些物料，说啊他俩到底是爆了5分钟还是爆了10分钟？我觉得这个不重要，我觉得重要的是结果，他俩爆了约会了就行了。啊，你们说是不是？就是不用太纠结时间，因为你毕竟也没在他们床底下按摄像头，你哪知道他俩怎么过的呀？而且吧，咱们这个视频吧，它也不是那个焦点访谈，对不对？最多咱们就算个是大型唠嗑的茶话会吧，想咋唠就咋唠呗。你看视频不就是图个高兴吗？只要是给大家唠高兴了，能一起分享到就是他们带给咱们的这种欢乐和幸福，我觉得就行了啊。这个千万不要把我跟很多那种剪辑大大去相比啊，就是可能人家做的这个视频呐和物料会非常的精准啊，这个我跟人家那个做视频的目的根本就不一样啊，这最重要的就是为了让大家高兴啊，就都唠起来啊，想唠啥唠啥，你想磕啥磕啥，这都无所谓。今天的这个视频大家看的还过瘾吗？还满意不？留下你们的小脚印哦。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关于那个第2期那个限定花期的视频想不想看？然后我可能会先开这个新物料的事儿吧。哎，没事儿，就举起你们的小手手、小脚脚，告诉我到底下期想看啥。今天咱们就唠到这儿吧，再不发这个视频，我怕他俩又鼓秋出什么新鲜玩意儿来。我录过的记得留个小赞赞哦，让更多的人可以得到快乐，看到这个视频。爱你们，么，咱们下期见。